Hello， 各位小伙伴，今天这期视频带来一加12的开箱体验。手机壳、手机主体，还有什么呢？100瓦的充电器，红色的数据线。这一次一加12有这么几项我很关注的点。第一呢，其实是它的屏幕。在发布会之前我也参加了这个京东方和一加的共同的那个发布会据说这是一块目前国产最好的2K 的屏幕。第二呢，就这一次的这个骁龙8 Gen 3的处理器的性能表现是怎么样的因为毕竟前面呢我们也是测过了2款8 Gen 3的处理器的手机了。那第三呢，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影像了因为这一次这个手机发布会之前也开过2场发布会了，一个是屏幕的，对吧？一个是那个影像的这个发布会像第四呢，其实就是它的一个综合表现，比如说这一次硬件配置堆料也是非常足的，所以说这也是我这一次对一加12的一个这几点的这个期待大家看外观从大体上来看呢，其实它和一加11的这个外观呢，算是它的一个延伸版本因为其实从正面来看，其实差不多的都是这种曲面的屏幕比如说顶部呢也是有这个红外立体声扬声器底部也有 Type-C 接口包括这个 SIM 卡槽左边依然是有这个3段式的这个静音键然后右边的电源键和音量键，但是背面我们来看白色的版本因为之前这个看到这个官方的渲染图我总以为白色是跟那个一加 9RT 那种感觉一样，就是白色里边带一点点这个灰色的，但是这一采用的是这个全新一代的这种陶瓷玻璃工艺打造的这种，所以说看起来是非常通透的。这个摄像头区域的设计呢，其实是重新算是进行了一个打磨，采用的是这种王冠表镜的这种设计，包括这种星空表盘。我们看在中间这个位置，它其实是变换角度的时候，是吧？有一种这种星空的这种感觉。它是里边摄像头，外边是一块完整的玻璃，把整个里边的这个摄像头给包住的。然后包括在这个周围有点像这个表盘的刻度一样的这个周围，所以说呢，这个打造了这种高端手表工艺延伸而来的这种圆形的设计那这一次的这块屏幕呢，是由这个一加和京东方共同打造的这个东方屏。2K 分辨率超过3000尼特的这个局部峰值亮度这也就是能告诉大家，国产屏也能带来非常好的一块高素质高亮度的屏幕，尤其是 HDR 的视频。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以前看到暗部可能看不清的地方，反而能看清。再一个呢，其实就是这一块屏幕呢，能够带来8T LTPO 这块屏幕应该在适应刷新率上面8T LTPO 呢，咱们先不管原理在静止的界面上呢就是1赫兹，那滑动的时候呢能瞬间到120赫兹。打开视频网站呢例如小破站是120赫兹，但是全屏时呢会自适应短视频呢是30赫兹，滑动时瞬间到60赫兹，回到桌面的动画瞬间到120赫兹，刷微博的时候呢，观看时呢会调到60赫兹，静止界面时呢也会调整到1，那打开视频时呢会调整到120赫兹。一加12屏幕是采用了全新的8T LTPO 电路不用了解多复杂。你就知道它的屏幕相比之前的那些屏幕呢，可以实现细小颗粒的这种刷新率从而需要多少赫兹的时候就屏幕呢就能显示多少，那带来更好的这个显示触控也就从而更加省电，显示呢更加流畅。那同时比如说像前面说的 HDR 同时也支持了这个杜比世界的这个显示。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在小破站里边爱优腾很多的这个视频也是支持着自己的这个 HDR 的显示，那这样在这一块屏幕上面其实能够获得的，相比之前的这个手机的话，其实能获得更好的一个显示的体验。同时也是带来了这个护眼，之前都提到了护眼，一加12采用的是3EM PULSE 类 DC DSVM 调光那默认呢为3M PULSE 类 DC 调光，同时呢也支持了 EM PULSE 类 DC也就是在不同的亮度下呢带来不同的类 DC 调光。但是在中低亮度下呢采用了2160赫兹高频 PWM 调光。第二我关注的点其实就是它的影像部分了其实我一直在说这个一加为什么没有这个潜望式长焦，这一次一加也是终于加入了这个潜望式长焦了。这一次的配置呢其实还算不错比如说像这个主摄这颗主摄呢其实是和索尼
定制的 LYT808，比如说有这个1.1/4的这个底，包括 f1.6的大光圈。小米上一代其实它的进光量啊是有所增加的。那同时呢，也是支持了这个 OS 光学防抖啊，在这个抗眩光方面啊，加入了这个 ALC 亚波长结构镀膜以及这个湿涂工艺 IR 的这个滤光片，从而呢就能带来这个更好的一个防眩光这种效果。同时呢，这一次的这个长焦呢是6400万的一个相机，1/2英寸的一个底，同时还有 f2.2的一个光圈，那包括一颗4800万像素的一个广角镜头。那这一次的这个相机呢，也是带来了 OS 光学防抖加悬浮透镜的这个防抖啊，这个其实呢是和OPPO Find X6的这个防抖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带来的是2种防抖效果啊。在拍摄时候呢，首先测试了3倍焦段啊，尤其很多场景啊，像秋天的公园啊，其实还是很需要长焦拉过来的，就能拍出来特别好看的样子啊。来看几张主摄的仰仗。夜景表现啊也还不错啊，给你们看看我在深圳拍的照片。那第3点呢，其实就是我在意的就是它的这个处理器了啊，骁龙8.3是吧？今年的骁龙8.3，说实话，这个火力很猛，对吧？像之前我们玩的一款游戏手机啊，都能带来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游戏表现了。那所以说，我们也来看看1加的这个对于很多游戏的表现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来看看吃性能的原神啊，打开超分超换啊，也就是支持了120帧加2K 分辨率的体验。那实际体验上呢，我们来看帧率图啊。也就是性能狗啊，只能监测到游戏本身上的帧率，跑到了60帧啊。那乘以2呢，就是实现的120帧。王者和吃鸡呢就很稳了，王者支持了120帧，以及游戏平均帧率为120.6帧。和平精英呢支持了90帧啊，平均帧率为89.8帧。那这一次1加性能表现啊足够优秀。所以说啊，从前面这几套，比如说像屏幕啊、像相机啊、像处理器啊，这几点其实算是听到了很多这个家友们的这个声音啊，他们想要的东西这一次卡堆得很满。这一次再有一点升级呢，其实就是电池了，5400毫安时的电池。因为这一次的1+12，说实话啊，跟1+11的这个重量啊稍微有所增加，但是这个厚度呢其实差不多。同时呢，这一次的这个无线充电啊也是有了，加入了这个50瓦的这个无线充电是吧？包括这个100瓦的有线闪充啊，两者的充电呢也都是长寿版的。那值得说的一点呢，其实就是它的这个马达啊。那这一次的这个马达呢，体积达到了602立方毫米啊，非常大。官方叫做什么呀？仿生震感马达 Turbo。锁屏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这个锁屏的这个震感，包括比如说我们打字、我们游戏。相机的拍摄的时候，选择这个焦距的时候啊，都能带来这个震动所带来的这种非常好的一个反馈。那其他配置呢，比如说 WiFi7，比如说蓝牙5.4，这一次它都有了。防尘防水啊，这一次也是带来了 IP65的防尘防水啊，这也就是这一次1+12的这台手机的一个简单的开箱了啊！如果大家对这款产品有什么想问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在我的这个视频的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会在这个评论区给你们做回复的，好吧？那好了，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大家关注我，我是大龙，我们在下视频见，拜拜。